佛门为何过午不食？除了戒律，是否还隐含着一种健康选择？毕竟药王孙思邈说了，夜饱损一日之寿。而这2016年，诺奖颁给了大于2点，因为他提出了细胞自噬理论。有人说，这证明了保持一定空腹会有益健康，可这究竟是几分谣传，几分事实？2000多年前的佛门，居然和减重博主在空腹这个问题上产生了默契。这几年流行的16+8法，是智商税，还是与古老智慧共鸣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。过午不食当然是个俗称，正确应讲不非时食，是出家众的基本戒律之一。一昼夜中的日出、日中、日落，只允许在日出到日中此段进食，还是非常辛苦的，尤其是冬天。为什么会有不非时食的戒律？先讲一个佛门的小故事。在《增阿含经》中记载，佛陀有一个弟子迦留陀夷，长得极黑极魁梧。他有一次傍晚去乞食，天空准备下雨了。到了一户人家时，有孕妇持饭准备供奉，雷声大作，几道闪电打下来，映出了迦留陀夷黝黑的面庞。孕妇惊吓，导致小产。从此之后，佛陀便立下了不非时食的戒律。原始佛门是需要信众供养的，也就是僧团乞食制度，做到不非时食。一，直接的因缘，就是减少了信众供养负担。二，核心的目标，就是清心寡欲，减少头脑昏沉，促进身体健康。你会问，这第二点是不是太牵强了？还真不是。在禅门之外，我们看2000多年前的汉初，张良急流勇退，就是去修辟谷。唐代药王孙思邈在《千金药方》中说，夜饱损一日之寿。明初医学家刘纯也说，过饱伤人，恶治百病。可见智慧的古人都已发现了其中奥秘。更何况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吃晚饭，从宋代才开始，完全普及到普通人可能也不过100年。所以不吃晚饭也算是古人克俭之一，化肥加2种，才让我们能有天天吃晚饭的底气。当然了，佛门也并非死板，生病了、行脚时、农禅忙碌中，以及少林武僧，都可以开元，未成道业，应受此食。晚饭就被称为药食。让我们再讲讲科学家发现的细胞自噬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细胞自噬理论就是研究细胞怎么吃掉自己，以此来维持住健康。大于2点靠这个获得了2016年的诺奖。细胞会自己动手清理废物、错误的蛋白质、受损的细胞器、无用的大分子，把这些通通都打包起来，送到一个叫溶酶体的地方分解掉，就像在家做了一场大扫除，再把垃圾送到暖炉里烧掉，既清除垃圾，又提供能量。网上很多营销号说，诺奖得主证明了断食能治百病。请注意，这种说法是片面的。大于2点研究的是酵母菌的自噬，不能完全等同于人体机制。科学现在无法严格证明饿肚子能准确启动人体自噬反应，
并改善身体机能。只不过，医学界沿着这条线索去研究，还是发现了一些端倪。2026年，德州大学给出一个研究报告，现从成年早期饿上24小时，寿命竟然大幅度延长40%。不光是低等生物，早在上世纪就有研究发现，小白鼠进食量降低30%到50%，寿命会更长，衰老及发病的时间也会更迟。到了80年代，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和威斯康星大学以人类的近亲恒河猴为对象，展开了长期的研究，发现每天进食量减少30%的猴子，最长寿命达到43岁，远超过了该猴群平均寿命20岁，甚至还降低了糖尿病的发作。有针对人类的研究认为，因为生物钟的存在，只有在夜晚，身体自噬反应才能活跃。当你吃下最后一口食物，大概需要10个小时左右，身体才能耗尽游离的糖原。如果此时体内还有食物，身体会误以为还需要保持活跃，就会抑制自噬反应，给身体增加负担。那么你可能听过这个16+8限时进食法，这个靠谱吗？你可能会问，我就算想尝试下保持空腹，可自己又不是出家众，下午要上班，晚上要开会，过午不食可真不现实啊。所以推荐一个更符合我们的方式，就是16+8限时进食法。长期关注我视频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我的变化。近2年我轻了20斤，并且确实有了不少改善，所以我有一定经验，可以和你分享5个原则。第一，早睡早起。旱地残林，僧人们可能4点左右就起床，然后日出时吃早饭，晚上9点左右就入睡，周而复始。而我们在红尘中的俗事太多，这个时间安排太难实现，但也不要太晚睡觉。我们打破睡眠规律，就会打破饮食规律。第二，吃好早饭。假如我们在8点左右吃早饭，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经历了长达10几个小时的未进食时间，身体迫切需要营养。第三，8小时限时进食。我们可以选择少食多餐的3餐制，比如早上8点吃丰盛的正餐，中午12点和下午4点吃简餐，或者选择有满足感的2餐制，早上8点一餐，下午4点一餐。这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来定，把能量摄入压缩在8小时内，剩下16小时让身体休息。注意了，你也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其他8小时的时间段，但最后一餐最好不要超过下午6点，否则睡眠前肠胃就无法放空。第四，行于中道。牢记2点：一，断食不是节食，16+8是限时进食法，绝不是减重法。这就是常见的误区。身体健康了，减重只是顺便产生的结果。二，8小时内也不要胡吃海塞，也不要用油炸食品和奶茶去填满，否则能量摄入继续超标，只是折腾胰岛素去大起大落而已。第五，适度放松。某一次朋友聚会，某一次陪伴家人，破例就破例了，不用太在意，但请尽量克制。但请注意，16+8并非适合所有人，请看这个列表，一定要注意。也许你也有相关的经验，
评论区可以聊聊。六道中有一种形象，大家都知道，喉咙如针，肚大如山。恶鬼象征的就是永不满足的贪欲，我们身上当然也有。我们在深夜想吃食物，尤其是高热量食物的冲动，也许是身体有那么一些需要，但更多的可能是大脑对多巴胺的渴望。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夺回我们身体的主导权。戒律是保护而非束缚，在晚上睡眠的时候，让肠胃和大脑都得到某种休息吧。这种自律带来的安稳，远胜于第二天的懊悔以及空虚。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